广阔的天空，挣脱怀抱，张开了翅膀，我们飞向希望。就算跌倒，不怕嘲笑，继续奔跑。就算烦恼，不会逃跑，坚持到老。失去了全部，还有骄傲，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去找。对酒当歌要深造，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们前程知多少？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对酒当歌要深造，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问前程知多少？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沏茶，沏茶，是时候让某人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了。欢迎大家来到本次爱辩论对抗赛的比赛现场。作为东周市目前唯一的创新赛事啊，在辩论圈内也是广受瞩目的。今天比赛将全程进行直播，并且由来自全国各地200名的专业辩手和评委进行线上打分，最终决定胜负。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身后的公众号，查看实时比分。同时，作为能进入省联赛的积分比赛，我们也迎来了一路黑马，不断破格的235辩论队，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而这一边呢，是我们期待已久、充满神秘色彩的爱辩手 Zero， 逻辑与情理的碰撞，科技与人性的摩擦，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大家好，我是辩手 Zero， 来自以色列，非常荣幸与对方辩手一探究竟，谢谢大家。下面有请正方发表立论陈词，有请。大家好，对方辩友您好。今天站在场上，面对一位科技的出色结晶作为对手，来讨论一项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利弊，这种感觉非常奇妙。注意，我用到了一个词“感觉”。美国中央情报局宣称，大数据技术根据个人公共信息就能算出精准的个人画像，这让我们不仅感觉像受到了天网的威胁，而面对大数据优化为我们带来越来越便捷的公共服务和消费体验时，我们又会感觉科技真好。人类的感觉是敏感而又多变的，就像我们在看到这个辩题时，面对极致、技术等等词汇，总会心中一紧，似乎就起了提防。然而，真正的决策应该归为理性。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利弊到底如何？我方认为利大于弊。漂亮啊？哪儿呢？第几排啊？啊，不好意思啊。大数据技术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将我们从繁复的工作生活中解放出来。而提升社会效率，不正是从秦王扫六合到工业革命大发展，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吗？很简单直接，他们看来是预料到了 AI 会用逐点逐个交锋的打法，先用凝练的观点抓住观众，挺聪明的。看他们这架势，应该是开始准备通过驳论来强化论点了。
这是要打推荐赛啊？跟 AI 玩论点推荐，会有好结果吗？悬。通过数据规模的扩大分析，能有效地推进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又会带来大数据算法的提升和质变。大数据技术为科技发展提供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我们相信会将我们带往星辰大海。谢谢。接下来，请反方立论，有请。我方的论点是，大数据技术发展到极致，对人类弊大于利。我方将从3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大数据技术运用会侵害个人权益，加剧隐私泄露情况。相信在座各位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各类的骚扰电话疲于应付，行踪被商家利用 LBS 转化为商业流量，甚至基于自己的消费习惯，成为了购物网站 LBS 是什么？就是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基于地点的服务。你在高速上跨省的时候，收到的当地电信的短信就属于这种技术服务的应用范畴。小撒老师，这个机器人感觉还挺高级的，太妙了，是有点高级，我也搞不懂。得到更多的数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防御性技术和制度的滞后性，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个体权益的泄露被侵害，几乎是不可控的。第二，大数据时代，数据是一种权利，谁掌握了数据，谁就能掌控更多的资源，甚至社会个体。而数据本身的虚拟特性又不似国王的王冠与血统一样，它是极易转让和流通的。巨大的权力一旦可以在个体间转让和流通，则社会规则及稳定必将受到挑战。当人类的每一个行为、想法被细分归纳为一串数据，进行重新标签分类，然后具有针对性地去引导，人类也被异化为数据与符号，为人与肉。在未来，犯罪和恐怖分子会利用数据对全世界进行敲诈勒索，因为他们知道大数据技术下，数据是权力，也是武器。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到极致，而数据化的世界将会变得精准而可以预测。而一旦对未来的预测可以实现，文明的活力也必将消失。试想，当得知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贫穷，谁还会努力的生活工作呢？当得知自己的时间不多，谁还会在乎功名利禄呢？因此，我方认为，当大数据技术发展到极致，对个体、对社会和整个人类文明都将带来的是禁锢，而非进步。谢谢。接下来是驳论环节，由正方先发言，在驳论的过程中可向对方提问，对方辩手应予相应回答。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爸妈找不到我了，急得要死，找了大半天。上个月我小侄子也找不到了，但是在社区调了一下监控，10分钟就找到了。对方辩友一直所说的隐私的丧失和个人权益的侵占，另一方面难道不是更加便捷、更加安全的生活吗？个人隐私的不断让渡本来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也早就已经习惯了以让出一部分隐私的方式来换取更加现代的生活，不是吗？通讯数据为我们换来了便捷，交通数据为我们换来了安全，即便是消费数据，在不堪其扰的同时，不也为我们换来了更加精准的产品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吗？您的意思是，让渡个人隐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可问题是，让渡的边界在哪里呢？信息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您没有回答，这些还会让您感到安全吗？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呢？您方在歪曲大数据技术的本质。大数据在分析群体特征的时候，当然是有利有弊，但是大数据不是窃取数据，所有所谓对于隐私的侵害，都是基于侵害个体权益，是非法的。凡事都有两面性，您方不能因为有缺点就说弊大于利，不是吗？侵害隐私是非法的，问题是非法的行为的可能是否真实存在呢？这个世界上不受法律约束的东西有很多。即便是一些法律明确禁止的罪行，每年又在夺取多少生命呢？
对方辩友不要走向极端，我方承认避害，但认为好处更大。从汉谟拉比法典到今天，非法的领域不断缩小，人类的理智贯穿始终，而未来对于文明内部的规则也必将趋于完善。对方强调不可控，历史早已经证明，人类文明恰恰是在走向可控。我们不也一直在尝试在那些不可控的范围当中走向前进吗？有请第2位驳论选手。对方辩友立论当中提到，大数据发展最大的利在于会优化社会资源的效率，对吗？是的，没错。目前互联网上46.7%的数据运算被用以分析八卦娱乐的分类投放，请问这也是一种优化效率的分配策略吗？当然，人们在关注什么就分析什么，服务于大众，这没有价值吗？在剑桥大学一次信息分类投放的实验中，仅25天后，100名受试者就对投放内容产生了明显的兴趣提升。由此看来，也许并不是大数据要为您的兴趣服务，而是它的服务决定了您的兴趣，对吗？你讨论的是信息茧房的问题，但换个角度看又不一样了。所谓的信息分类投放，难道不就是圈层化和垂直受众的发展吗？这两者正代表了现代消费商业的未来。有了大数据的市场细分，我可以通过猜你喜欢，听到最喜欢的歌曲，可以买到最适合自己的口红色号，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您说的这是商业消费的未来没有错。当大数据技术将更多的资源和关注转向商业领域，您方所谓科学的发展、文明的星辰大海又在何处呢？我天，这机器人还有声东击西啊！声东击西啊！针对论点1提问，却在论点2出归密。这个主意是谁想的？您方认为大数据技术对个人权益的侵害在于其不可控性，对吗？是的。可是您方的最后一个论点却说，大数据技术发展到极致会造成可预测的未来，从而导致文明活力的丧失。可预测的未来难道不是最为可控的吗？那按照您方的意思，大数据技术到底是可控还是不可控的呢？到底是可控对人类有弊端，还是不可控对人类有弊端呢？技术的不可控，并不需要您回答，谢谢。我只是指出您方立论中一个小小的悖论而已。好的。需要您回答的问题是：大数据技术发展到极致，到底能还是不能完全的掌握和控制这个世界？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请您不要回避我的问题。基于现状，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我们现在对宇宙的描述被推翻，那么将世界数据化就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只是假设，以目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来讲，这是不可能的，对吗？是的。哇，太牛了，把机器人都给说服了。要是人的话，就耍聪明避开了。所以从目前来看，大数据技术根本无法消除随机性，人类的自主意识和创造力更不会因为大数据的出现而变成程序。比如，我们依旧有哲学家、艺术家。对方辩友，所谓失去活力的文明又从何谈起呢？希望对方辩友作为一个比我们都聪明得多的选手，不要撒谎哦。谢谢提醒。局势扳回来。对方辩友刚才说，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会不断进化。可是现在深度学习算法，人类已无从知晓其内部流程。面对超出人类极限的数据处理和越来越复杂的算法升级，您方作为人类不会担心其失控吗？不会啊，还记得我方辩友刚才所说吗？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可以完全控制的事情。不知道在对方辩友看来，人类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文明呢？文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可以追溯到人类开始使用火那么久远，但是追溯历史未必对我们的辩题有帮助，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未来，不是吗？对极了，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未来明确地告诉你未来不容乐观，怎么办？在这之前，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假设，但现在未来就站在我的对面，它让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真实，我该怎么办？坐以待毙，或者放弃未来？不，我选择改变未来，因为我们的命运只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一台机器。
因为我们现在的选择可以让我们选择我们的未来。从云计算到区块链，从国家安全到衣食住行，很明显，大数据就是我们的未来。而坐在我对面的未来，也在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告诉我弊大于利，用大数据的方式来证明大数据，那可太有意思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协同我们发展的同时，也在威胁着我们。而决定科技应用的，从来都不是科技本身，而是人心。我愿意相信人心的正义，人心的善良，愿意相信人类文明发展到最后，肯定是全世界善良正义的人协同并进，共同努力的。我们必须，也必然只能选择相信自己，因为我们如果连自己都无法相信，那又有什么资格来谈论我们的未来呢？谢谢。现在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我宣布，本次比赛的获胜方是正方235战队。干杯！怎么了你？再来一瓶。牛着点，这才刚开始啊！哎，还喝？今天我高兴，谁也别拦我。再来一瓶。当年 I had a dream， 就是吧？哎呦，我的天哪，小姐，他这是……我也是第一次看他这样。人家不知道的以为是失恋局呢。哎，时间过得真快呀，从被解散到现在大半年了，想一想，还真的是发生了挺多事儿的。当初要不是你带着我们离开二队，现在我们还给一队傻呵呵攒积分呢。就是，哪来的省赛打呀？好在啊，咱们之前吹过的牛全都实现了。更重要的是，咱们队啊现在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了啊。我觉得吧，还是你们这些吊车尾的遇到我这个宝藏男孩。是啦是啦是啦，那我们来预祝这次省大赛获得一个好的名次。好，来拿到冠军！来，恭喜发财！不想喝饮料，我也想喝你的。哎，醒醒！就是吧。哎，当年啊，我自己打辩论那会儿，我连做梦都想进省赛。今天你们做到了。作为教练，别喝了你。我高兴。少喝点儿。哎呦，行不行啊你？哎，
这儿消费不低啊。我不请客啊，你俩看谁请？嗨，我还欠小姐钱呢，只能麻烦小姐请客了，是不是，小姐？嗯。你不会是让我来帮你壮胆的吧？啊，你坐着就行，我自己来。小寨，我这个月的信用卡就要还了，那你看看上次欠我的那5000。啊，小姐，我最近手头实在有点紧，真拿不出那么多钱啊。不过你放心哈，在你还卡之前，我一定给您凑上。你对我那么好，我就算砸锅卖铁，我也要给你还上，不是？那就行，还有4天啊。哎，好嘞好嘞，你放心。小姐，你是不知道啊，我已经2个星期没有碰过荤了，啊，家里啊早就不接济我了，实习单位还拖欠我工资，平时接点私活啊，还被甲方翻来覆去的虐。我懂。哎呦，哥们儿，你这双鞋是最新款，国内都买不着，你在哪儿买的？啊，什么呀？我的这都是假的，搞仿的 A 货。可你这做工走线可比正版还正版。哎，这样，加我个微信，我也想买一双。哎，啊，好。哎，好，你不是没钱吗？那怎么还借他钱？小姐，这不是你朋友？谁是他朋友？我们是信贷公司的，现在他欠我们几万块钱，我们经调查现在还不出来。那既然你欠他钱，那这笔钱就由你来还给我们吗？这，我就欠5000。你叫钱债是吧？学金融的，啊，家离实习单位不远。这样吧，我们公司服务一条龙的，等会儿吃完饭直接跟你去公司结账。大哥，你是高利贷呀？你别瞎说，我们可不是高利贷，我们1不赌家，2不赌学校，3不赌单位。他欠我们几万块钱，我老板，也就是让我整天陪着他，对吧？啊，那什么，我先去趟厕所啊。等一下，包放。啊。放心，我们已经准备好材料了。对，我们随时可以起诉他。是。对，放心，他肯定会还钱的。是。上了失信名单，让他难受。是，到时候飞机、高铁也不能坐。好嘞，看他怎么办。挂了啊。小姐，这什么，我刚才在支付宝上面开了个借呗，它这余额正好是5000块钱，要不我先给您还上。哦，好。来，好了，过去了啊。那什么，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再见，再见，小姐。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还了。还是你厉害。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等着。
单也有人买了。哎呀，我说咱俩都这关系了，你下次要想让我帮你讨债，你就直接说，你转什么弯啊？我其实没想让你帮我讨债，我就是觉得你在我身边我安心一点。哦。我觉得我这个病已经好了99%了，就是跟人家要，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啊，如果下次再有人跟我借钱，我一定会考虑我自己的真实情况。喂，圆圆，怎么啦？喂，好好，我有点事情想麻烦你，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所以想借钱啊？看你方不方便。具体情况你跟我说说。我需要买个东西，一时钱不太够。她是我高中闺蜜，她说就是想给她男朋友买个生日礼物。那作为她的闺蜜，我是不是应该支持一下她呢？我觉得借钱这个事儿讲究救急吧。热恋时刻送根草，那都是定情信物。那我问你，如果明天南北被小鱼打进 ICU 需要手术费怎么办？团子如果明天告白再失败，得抑郁症需要请心理医生怎么办？那你如果有个男朋友，是不是要照顾他？谁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不应该借钱。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现在突然说没钱，他也不会相信的呀。这还不简单吗？前些天有个同学问我借3000块钱，然后我说让他等会儿，我就开始玩手机。马修，我们是不是兄弟？关键是我是不是得2肋插刀？给你3秒钟。江湖救急，你支付宝多少钱？3000。好，你借我3000，我肯定会还的，你放心。好啊，你同意了？哎，你是不知道我最近过得有多惨啊！有上顿没下顿，妹子每天要去水族馆，还得吃牛排。我是光付出没回报，你说我图什么呀？我太难了，我转好了吗？我已经把全部积蓄都转给你了，9出13归啊。谢谢兄弟。怎么就1块钱啊？要不还是像刚才那样，你威胁他。你相信我，这种办法只有在现场有用。可他要是生气了怎么办啊？那这种朋友不要也罢了。你既然说你们是闺蜜，那就没问题。可是，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好。喂，亲爱的，喂，好好，是钱转过来了吗？支付宝还是微信啊？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刚刚查了一下我的余额，我卡里就是那么多钱了。要是全部都借给你，那我这个月也没法活了。好，没事，那我再想想办法吧。改天我带着男朋友我们一起吃饭。啊，好呀，那下次我请客。好，拜拜。我成功了，对吧？我成功了。我说了很简单，是吧？你干嘛？不是说抱一下吗？不是我是说，这就这么简单，对吧？我以为你说抱一下庆祝。庆祝我们可以用拳头或者击掌，拥抱就太。对，我也觉得是。对，是，对，是，那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好，对，是。那我们走吧。走。走吧。写一首情歌给你，唱不出未完待续。恭喜你们能进省赛了。
看了你的辩论，很精彩。谢谢。学长，你这么搅拌是不对的。来，应该这样，画圈式的，才能保证口感。你学会了吗？学会了。好吃。学长，你也尝一个。好吃吗？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啦。是吗？此时啊，我好像喜欢上你了。你没事吧？此时。队长，你说你搞砸了什么？刘彦泽学长向我表白了。什么？可是我拒绝了他。你居然会被拒绝？他直接逃跑了。逃跑了？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然后我就……唐豪姐，我是不是傻掉了？没有，可以理解。你说我是不是不该向他表白啊？我到底在干嘛？不会呀，他之前喜欢你都喜欢成什么样子了？你不喜欢他了？没有啊。那他就是外面有人了。不可能。当然有可能啊，毕竟他之前对你那么冷淡，你变心很正常。哎呦，我不会变啊！完了！刘彦泽学长一定讨厌死我。唉，他一定是讨厌我了。他一定有难言之隐。没有啊，我当时就是吓傻了，然后大脑一短路就跑了。世界上是不可能会有女生拒绝队长你的，这事儿你必须再问问他。你的意思，我要再去找他？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了，太尴尬了。你这段时间就别出门了，我去给你买一些你最喜欢吃的零食，你在这儿好好平复一下心情。唐好同学，刘彦泽同学，有什么事吗？我是来找熊子石同学的，我给他发微信，他没有回我，你能帮我把他喊下来？我想跟他聊聊。啊，找团子啊，团子他生病了，你最近都见不着他了。生病了？严重吗？还行吧，要没什么事，我先走了。不出所料，果然是有隐情。可为什么生病就一定要拒绝呢？难道？不会吧？什么呀？不会是绝症吧？你这也太夸张了。不是，我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剧情就是这样的：女主身患绝症，为了不拖累男主，忍痛拒绝了求爱。他一定是这样的。怎么可能啊？电视剧里面的剧情那都是骗人的呀！你再观察观察，注意细节。
么样？不错吧？看起来挺方便的，老教练出院用一定可以。我试试。来吧。这回老教练就算有了座驾了。走喽！这么严重吗？果然电视剧都是源于生活的。队长，要坚强。唉，再来一碗。桃桃姐，还是你对我最好。我给你炖的这个人参乌鸡汤里啊，我放了很多补品，喝多了上火。这是最后一碗，不能再喝了啊！我不管。我要化悲伤为食欲，把它们全部喝光。子时，子时，你别躲着我了。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苦苦支撑了。我可以。怎么了？我承受什么了？我没生病啊。所以，之前那些都是误会，你根本没有生病，是吗？是的，我就是有一点点小上火而已。也不知道你怎么得出的结论。我还以为……我身体好着呢，长命百岁。那，学长，你刚刚对我说的话，前提都不算喽。对不起啊，学长，让你误会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不是的，无论你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让我陪着你吗？我愿意。然后呢？你说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愿意。我跟你讲，团子，他好像被求婚了。恭喜你，团子，你终于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了。我跟你说，我感觉我在像做梦一样。我也觉得在做梦，也在做梦。
40。学长，你干嘛来了？出去！我跟你讲啊，你要想过去，就从我头上刮过去。今天有空吗？有空的话，咱们一起去逛逛。有空，快点去！好呀。小鱼，你跟我一起去吧。我就不合适，我去推下三口啊。小鱼，你去吧。醒，快醒！涛涛姐，马南，我们一起去吧。还是算了吧，你们4个去玩吧，我呢就不去了。对，我们讨论辩题就不去了。好吧。你的谦虚，统统都删去，写一首情歌给你，唱不出委婉待续。我把心也填满了空气，只留下回忆。写一首情歌给你，唱不出委婉待续。我把你的气息，你的谦虚，统统都删去，写一首情歌给你，唱不出委婉待续。